好，有關於川普在這個委內瑞拉的布局，這一次是真的不演了。美軍直接把自己的刀亮出來，直接搶石油，封鎖委內瑞拉，同時也炸船來蓋牌哦。拉美是否淪為美國的新殖民戰區？今天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我們來看到這一次，川普直接在他的社群媒體上面直接下令了，說對所有进出委內瑞拉的所受到制裁的這些油輪要實施全面而且徹底的封鎖。他乾脆說了，上面所有的石油土地從我們手上偷走的資產，我們現在全部都交還給美國。好，這一消息出來之後，大家就在看說，這個不是制裁吧？這個是直接海盜在做搶劫嘛？因為呢，目前委內瑞拉它的石油對他來說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這背後還有劍指中國的意思嗎？等一下我們會來做一個比較深度的解讀。先來看看委內瑞拉石油到底有多重要呢？它占它的石油儲量大概是達到了3000億桶，占全球是最多的。委內瑞拉它的日產量更是達到了100萬桶。那麼石油更占委內瑞拉出口比重是達到了90%，8成出口石油流向中國大陸為主，是最重要的一個市場，剩下的一些10%幾才是流向了美國。所以呢，這個時候川普他說他直接偷走這個委內瑞拉，偷走美國的資源，又下令要封鎖石油，他是不是也不演了？就覺得說我乾脆直接掠夺好了。委員怎麼看？川普總統以前說台灣的晶片製造是偷美國的，在他的眼中，全世界都是偷美國的，好像這是美國自己的東西。現在連委內瑞拉的石油都是偷美國的。我不曉得美國人看到這樣的一個說法，會不會覺得很汗顏？怎麼有一個堂而皇之的把搶劫人家的東西當作是在討回他原本的東西？美國也有很多的有良心、有知識的知識分子，對川普這種說法竟然不吭聲。美國的媒體對這種說法也沒有人批判，好像在縱容他，或者自己以為本來就這樣。這個是美國在道德跟精神上墮落的一個象徵，就是選出這種總統講出這種話，很令人意外，也很令人壓抑。委內瑞拉本來就是一個窮國家，你別看它蘊藏量全世界最多，但是開採困難，成本高，所以它每一天頂多就是100萬桶，100萬桶全世界前15名都排不進去啊，前15名都可以一天120萬桶，它100萬桶算是出產是有問題的，然後出產有問題，現在被封鎖，這個已經占他國家的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了，又被他封鎖，所以封鎖的川普的用意很簡單，就是要讓你委內瑞拉整個經濟崩潰，讓你社會解體，讓你政治崩塌。他現在玩的是個遊戲，所以他要玩那個長期封鎖戰爭。長期封鎖戰爭。我們只能嘆一口氣。可是這種戰術會不會成功？會的。他封鎖夠久就一定崩潰，因為沒有人敢援助委內瑞拉。那個不管是中國也好，俄羅斯，我看不出來有誰有能力這個時候來援助委內瑞拉。那當時美國發表所謂的2025國家安全這個戰略報告的時候，就講得很清楚啊，中南美洲不許外國插手，所以什麼“一帶一路”啊都免談啊，這個什麼兩洋鐵路啊，都不用給我提了，什麼巴拿馬啊、前開港都會受到很大很大的壓制，而且它是用軍事力量跟你比拳頭，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在中南美洲建立可以跟美國競爭的一種軍事力量啊，所以他在中南美洲予取予求，除非中南美洲有什麼比較變動大的革命啊，那即使如此也會被他鎮壓下去啊，因為武力啊就是一個硬道理。那川普是在擴大用他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啊，再次的對中南美洲進行一種迫害、剝削式的殖民。委內瑞拉第一個例子。同時，他也不斷的恐嚇巴西啊、哥倫比亞、洪都拉斯啊，所有可能產生左派政權的，都會被他這個恐嚇，所以以後中南美洲只能出現右派政權，不能出現反美政權啊，這是他想要達成的目的。那其他的，他並不是真的需要去搶委內瑞拉石油，那只是一個說法而已。為什麼？
因為委內瑞拉現在只是一天100萬桶啊，美國一天都1200萬桶啦，他根本不缺這個石油的供應，但他想要控制啊，也就是說委內瑞拉你不可以用國營的方式來經營石油，你必須像蓋亞那一樣，把你的石油開採、提煉、運輸都交給美國公司，他要的是這個東西。好，我們所以看到川普這次透過他的殖民帝國主義，確實已經重挫了委內瑞拉。但是另外一方面，川普的另外一個目的，能不能透過控制石油來打擊中國大陸呢？這個等一下我們會請賴老師來幫我們做分析。現在有一個說法說，川普真正瞄準的其實是來自於中國他的影子船隊，因為呢，他本來認為這個封鎖的話，就會掐斷中國的地下供油鏈，但是也有消息人士做了一個分析，他認為說這樣反而是有利於大陸取得這個用更低的價格取得石油的，因為他們可以要求委內瑞拉使用接受戰爭條款，那石油就會大幅的折價，連這個治期費都可以得到補償，等於大陸就有一個更便宜的石油的後門了。那再來就是在政治上，如果委內瑞拉一直被美國持續的施壓的話，或許會更傾向靠中國大陸或俄羅斯。賴老師怎麼解讀？在政治上，委內瑞拉其實本來就很依靠中國大陸啊。那在軍事這個部分，它是更依靠俄羅斯，所以你會看到它的軍事武器這個部分，大部分都是從俄羅斯來的啊。不管是蘇戰機啊、蘇凱戰機，也都是從俄羅斯，防空導彈也是。那它從中國大陸那邊進口的這個武器彈藥並不多啊。例如說像巴基斯坦的殲3啊、殲17，委內瑞拉就沒有從中國大陸那邊來。所以早期委內瑞拉的合作的夥伴在軍事方面更多的是依賴俄羅斯。俄羅斯在過去也派過他的艦隊，那麼到了委內瑞拉港口這個地方停泊，也曾經在美國要威脅委內瑞拉的時候，俄羅斯也曾經支援過。但是在這一次川普的時代，我們沒有看到俄羅斯的軍艦或是核動力潛艦有到了這個委內瑞拉來。在過去拜登時代有，但是在川普時代沒有。這個對委內瑞拉的軍事安全這個部分，當然現以不利的影響。在昨天，王毅有跟委內瑞拉外長有通了電話了，就是表達了中國的立場。但是由於在軍事方面，中國大陸沒有着力點，目前來說能夠做的就是在外交上，在聯合國內，那麼去支持委內瑞拉，然後對美國實施牽制的作用。但這個作用能不能產生大的效果有限。不過，如果說川普是打委內瑞拉的石油就能夠切斷中國大陸的油，這個想得太天真了。因為委內瑞拉的油佔中國大陸的進口油就4%。對，你看起來很多，但事實上對大陸來講，這個真的是零頭，因為4%並不大。所以對大陸來說，它這個問題並不大。但是对委內瑞拉來講，影響就很大了。您剛剛有談到了6成，每一天60萬桶以上，一般估計是60到65萬桶是賣到中國大陸，它構成委內瑞拉經濟收入、財政收入的最大的來源。那現在的情況是，當它被美國封鎖了以後，當然走入這種隱秘戰線的、隱秘運輸線的這種絕對會有，但是問題就在於委內瑞拉就必須要用更便宜的油、更便宜的價格來賣給中國大陸。而如果大陸能夠成功的建立起這筆這個美國的軍方所不容易查到的這個運輸線的話，那這個對大陸來講的話，反而是更賺了一筆戰爭財，也說不一定。所以很多的時候很難說，因為封鎖對美國來講不是100%有效的。好，這個封鎖石油的部分看起來美國的這個軌跡還沒有辦法達成哦。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來看到是說，這一回美國針對委內瑞拉直接轟炸它的所謂它號稱的這個有毒的船、反毒的船，到底有沒有構成戰爭罪呢？因為它轟炸完之後，它是拒絕公開它的炸船影片的，所以大家就在討論說，到底這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他不願意公開完整的影片，是否有犯戰爭罪？等一下請酈將軍來帶我們看。那除了針對委內瑞拉之外，川普要持續的拉住控制住整個中南美洲國家，所以他更是破天荒宣布，接下來也會把芬太尼列入大規模的這個毀滅性武器。他也放話下一個目標就是哥倫比亞，但是呢，哥倫比亞都還沒有說話的時候，我們看到墨西哥已經出來說話了。他們這個出來說呢，因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墨西哥是這個非法芬太尼的最大來源國，所以現在其實墨西哥也相當的緊張。酈將軍怎麼看？
我覺得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來講的話，它對於南美洲一定要極力把它壓制下去。那我們看到南美洲最近有很多的國家開始陸陸續續，不但跟中國，而且跟俄羅斯越走越近。我們舉幾個例子，包括秘魯來講的話，建立了前開港。巴西魯拉也跟中國有建立良好的關係。阿根廷把黃豆賣給中國，然後讓美國川普來講在那邊跳腳，因為他的豆農來講，那時候我們都知道嘛，由於關稅的問題來講的話，他的大豆賣不到中國，那反而阿根廷可以賣出去。所以就美国川普的立場，他一定要将南美洲這個壓下去，而且要叫他们聽話。那第一個殺雞儆猴的，那當然就是借這個馬杜羅的人頭一用借着殺馬杜羅來警告南美洲的所有國家。但是美軍所用的這些手段確實是很惡劣的。在9月2號那天，他對加勒比海這個發動他是借口說人家這個船是走私毒品的船，他對這些船只用軍隊對他們來發動攻擊，那總共造成11死。那其中這11死裡面有2個人在第一波攻擊的時候並沒有死亡，還活着哈。那合理來講，你應該這時候他已經沒有抵抗能力了，也沒有反擊能力，你應該將人救上來當做一個人證，然後以昭告全天下。但是沒想到哈，美軍這個可能是赫格塞斯下了命令，直接將海上面還存活的這2個人直接就擊斃哈，然後讓死無對證。那講到這件事情，我特別講，這絕對是100%違反人道罪，也違反戰爭罪。我們國軍在1987年的時候，在3月份，在小金門的東港那個據點，那天早上是大霧，霧很濃，看不清楚。那個時候兩岸還沒有停止這個敵對的行為，兩岸還在兵凶戰危。所以那天早上，這個據點的官兵這個看到因為大霧看不清楚，也沒接到通報，就有一艘小船慢慢的接近他們的陣地前面。在這種狀況下，以當時這個的立場，一定按戰備規定一律擊沉。那如果說你沒有擊沉的話，守土有責的官兵是要接受軍法制裁的。所以這個東港據點的官兵就直接就開槍將這條船。這個準備將它擊沉，但是你知道那是木頭船，木頭船在海上是打不沉的，因為它會浮在水面上面。然後這條船失去動力以後，它就靠岸停泊了，靠在沙灘上面。那當據點官兵上去一看，才發現它是一艘這個越南的難民船但是船上的這種難民幾乎都已經不是幾乎了，有100%都已經這個死亡了。在這種狀況下，你知道這個國際對這個開槍的這個連長跟營長下達命令的營長，這2個人是什麼處分嗎？直接判死刑。所以這就是違反戰爭罪嘛。在當時兩岸還在戰爭的狀況下，你這個誤擊了，而且是那種情有可以理解的那種狀況之下，因為大霧，因為來的又是一條木頭船，那又叫不停，我又看不清楚。那基於守土有責，他開槍，就將船上的人擊斃的狀況之下，那這2個連長跟營長直接判死刑。當然後來來講有經過這個特赦減免來講免除死刑，但是2個人的前途從此也沒有了。對，所以我們比照那個例子來講，跟美軍這時候人家已經掉到海裡了，你還貿然在第2波開槍將他掃射而死，這明顯就是要死無對證。那第2個來講，這很明顯的違反戰爭罪以及人道罪。好，謝謝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